好久没有拍电狼故事了，从上一部都是收录我们胜利的喜悦，到后来的3连霸，到世界冠军，直到上一季成绩开始不太理想。要争夺4连霸，对我来说应该不是一种负担，因为我们前3次都拿的，我觉得都算是蛮顺利的。这一次我也只认为只是换一个挑战者而已。前面2把我觉得我们打得还不错，然后蛮顺的，可能也是因为那2把，然后让我们士气大增，有点忘记原本应该要打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打得有点太急躁了嘛，应该算是有一点，然后导致这次比赛可能就后续就没有打得那么好。关于冠军赛 BP 这种东西呢，我觉得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林口一直以来都是会出那种特化 BP 的教练嘛，就是他会喜欢出一些奇招，但当然赢了就会很多人说他是鬼子 BP 嘛，他输了就是会有一堆人在追，就是双面刃。我觉得只要4人多多少少都会受影响啊，但对我自己来说可能比较少一点，因为我认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最大的黑粉。通常有做不好的地方，也许你的评论不出来，我自己都会感觉在挑自己的毛病这样。那这也是我可能需要改善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想要做到完美或者想要做到稳赢的时候，是需要付出一定的风险。但那些风险是不是一定有必要承受？那个是我们需要去思量的问题。正面甚至直接先被卡住了，因为这太快了，往前直接先交掉了。哇，预想正面预想已经先行倒地的状况下，这万象直接转进来，后续正则这凝霜即便按了出来，但是依旧是让汉阳拿到了这个人头，正面闪电狼濒临瓦解，目前已经是一波0换4的团战，距离8强仅有1步之遥，最后是 FPL 成功拿下了8强名额。世界赛在瑞士轮岛下，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有点可预期吗？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那时候的我们其实状态就是不是很，我自己觉得就是不是很稳定。我觉得打谁基本上都是很有风险的啦，可能都是搞到平手2-2，然后可能再差1分就决定谁输谁赢，那这种情况就很危险。我也不是说什么打得赢或打得输，就是每一次他妈的画面都长一样，然后就一直爆，然后人家的画面都是永远比我好，人家做的事就是对的，然后我们就是一定要一直应该他们去不然怎么办？其实，在出国前就有遇到朵利亚萨加麦克斯这种组合，然后就是很容易被对面穿掉，然后自己玩的时候又没有到很有破坏力，就是没有像对面可能选安奈特、莉莉安、鱼人这种防守阵容，然后度过萨加的强势期，就是没有像别人来的那么好，所以我们就是可能卡关了，就是像游戏卡关了一样，然后对。倒想说，瑞士人过了，我们就再更积极的处理这个选角的问题，然后就不小心输了。对，那时候瑞士人输完的时候，其实当下心里是很自责的。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想了蛮多事情的吧，就是一路走来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够好，就是在这个世界赛的时候，然后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没有能力可以继续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了。其实这些想法我通常都不会跟队友说，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也不希望就是也把这份情绪带给我的队友，所以我还是都自己消化比较多。后面就有点看开了，毕竟我练习量还是有拉在那边，然后获得蛮多成果，也给自己蛮多信心的，然后也觉得既然闪亮还没有放弃我，那我就不应该放弃，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继续走吧。对，然后我也是保持一种，既然我还没有被淘汰，那我就会继续变得更强。没有发生什么争执，因为讲真的，我觉得我们当下5个人虽然说不上打得最好，但是其实我们5个人都是尽力了。就游戏内容论游戏内容，然后我觉得我们也是5个很强的人，走到现在也很不容易，所以更想要珍惜现在的缘分的。我记得第1次亚军那时候也做得不太好，就还是一样在摸索和适应的情况。然后到了第1次冠军，算是松了一口气，有点终于达到这个来闪电狼的 KPI 的感觉。然后后来几个赛季我们都还蛮顺遂的，直到最后在 GCS 最近的比赛，然后输给 DCG 拿到亚军。那当然中间一定会有做不好的地方，觉得很遗憾。那也没有把数字推进到新的高度，之后要从0开始，这个也是很可惜。
但是某一方面也会觉得说，其实花无百日红嘛，因为即使像球类运动规则都没有变，那你会发现很多职业联盟也很少会出现说，一个很久的强权这样子。那放到电竞来，我们这个常常每个版本一变，然后就变得好像不同游戏的情况，其实要出现一个很长胜的队伍，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跟有些粉丝的批评一样，我们当然都是努力做到最好，但是当不如意的时候，你还是要学着与它共处。小詹染黑发是为了他黑发比较强。不是这个他的黑发这个东西，我感觉应该是，但不然他不会染黑。你等一下可能可以问一下他。染回黑发的原因最大的就是因为之前有2次嘛，第一次染金发的时候，那次就拿亚军，然后再来就是上一次成绩又不好，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染回黑发。毕竟我们拿过3次冠军的时候，我都是黑发的。对，那我必须相信一下玄学嘛。虽然可能真的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但就是让队友知道我想拿冠军的决心。这样，我觉得得给我们队长的鼓励，就是他平常私底下也很照顾我们，然后他是我们队内算比较在乎网络的言论的人。但是我想告诉他，他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其实不用太 care 那些故意酸我们的言论，然后也希望他能在游戏内继续保持他的高水平。我们会前期我会罩着他，后期给他来试一样。鼓励吗？我觉得跟正德说吧，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成绩不太好，然后也还在努力调整中，但我觉得时间长了，我相信我们会找到我们想要的样子，就不要太心急。有谁在可以让团队更加分，或是我最放心哦？那一定是Ethan啊。对啊，其实我是觉得闪电狼选手从我到的时候就一直算是蛮成熟的感觉啦，就是跟我之前听到 GC 的这个环境圈啊，或是也许一些耳闻一些其他队伍不一定正确的状况，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选手素质或是选手心态其实本来就一定在水准之上。也许这几年还是零星遇到一些小状况，或是一些比较额外突发的事情，但是通常我把它丢给医生，那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那我觉得闪电狼也不是第一年走到电竞嘛，我们也是算是电竞蛮长青的队伍，对，然后也出现很多很优秀，然后很好的选手。那我觉得能够一直有这样的选手产生，算是后勤功不可没，所以我把这票投给Ethan。我觉得有自信的自己吧。如果我觉得我在有自信的时候，能带给团队是有蛮大的能量，对，所以我想说，有自信的自己应该可以帮助团队这样。我想对我们团队大家说，最近我的状态可能不是到特别好，就是有时候会散发蛮多负能量。就谢谢你们这样包容我，我会想办法找回自己。我觉得是小詹吧，因为不管是游戏内容，或者是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跟他相处比较密切的。然后游戏内可能我偶尔吃一下他的野怪，他也不会有太多的怨言，但其他的打野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会在抢他的钱，或者是上下班的时候有些肢体接触，然后他可能还是会抵触，但是对我觉得过程他应该靠腰这样讲的怪怪的。OK， 总结就是小詹这个人非常好相处，有疗愈到我内心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奶绿吧，但是我说的不是游戏上，我自己是觉得可能有他在，我们就算有时候可能练得很压抑吗？气氛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有他在，可能会就是。最后一个。Damn！ 多一点欢笑声啊，让我们不会那么的低迷这样子。对，假如我是林口的话，开赛前我会讲，就是简单讲个大家加油，我们可以的这样子之类的话吧。要开赛了嘛，然后请林口帮我们赛前喊话一下。前阵子我们摔了蛮重的一跤。对，但这一季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最重要的不是失败，失败只是证明我们的跌倒，不证明我们无法爬起来。
我们这次跌得很深，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爬得多高，因为最勇敢的其实是在这个站起来奋斗的过程，你还能保持热爱，还能保持热情。新的赛季让我们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加油！突然要我讲什么，我也讲不出来。但我想说，反正本来今年原本预设大家都是一个想要走大满贯嘛，但现在看起来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希望这个成就呢，始终是只有我们有机会拿到。所以我们今年呢，就先想办法阻断别人开始嘛。OK， 直接破坏。好，奶绿。哇，这各位加油！新赛季闪电狼，加油！上礼拜我们刚举办了网银国际闪电狼的见面会，看到很多老面孔，还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我是非常感动的。然后我想对这些支持着我们的人说，即使我们摔了一跤，但也不要放弃我们，因为我们会再爬起来。